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那今天呢，咱们讲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其实挺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灵魂是否存在。这个很像外星人是否存在的感觉一样，是不是啊？对呀，有这感觉哈。因为灵魂看不到嘛。对，看不见摸不着。是怎么证实它就存在呢？对。啊。外星人也是这样哈。是。也有人说和外星人接触过。可是呢，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或者是接触过之后呢，给你洗了脑，你也不记得。对，不记得。对。那这个灵魂的话呢，偶尔有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比如说有人做梦啊，哈。对。哎，感觉好像鬼压床。是。有的时候还能真实的看到。是。一个身影啊，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不是灵魂呢？这个论真实性来说的话呢，只能说，给这个当事人哈做一个深刻的了解，或许是还是有些意义的。那我认为呢，就是我在所学到的、掌握到的大量的这个案例哈，大量的故事、经历、案例来说，就是这个灵魂呢不但存在，并且它还能够有办法和人能够产生这个讯息的沟通和往来，甚至是呼救。灵魂还能呼救？对呀。比如说快来帮我，或者是我很冷，我需要一些帮助，我需要温暖。他会说的这么直白吗？是。他不是直白的说，但是呢，你就是梦境嘛，或者是你这种感觉，你这个当事人呢，或者他的亲人啊，就要猜。你比如说一个人确实就是被人给弄死了，杀害了，找不到凶手，那确实很难受啊。对，甚至是说完整的尸首都找不到。有的这个亲人呢，就会梦到了，在梦境中，仿佛看到了这个人说，在某某某地方。提供线索。对，你找谁？或者是给你一个数字，你去查那个数字，通常会稍稍有点隐晦，但是呢，通过这些提供的这些线索呢，结果呢还会让真相大白。是。这个呢，你说这是不是灵魂呢？那这样说的话，如果这个案子还真的是如实破了哈，他这个提供的线索还都是对的，那真是让人相信确实有灵魂存在了。对，你记得哈，咱们几年前就研究过一个案件，来自台湾的是吧？是。对。一位姓罗，叫罗什么珍是吧？这是叫罗爱珍的一个女士。你看他那个故事，给大家聊一聊，就能证明这一点哈。很有意思。是。虽然是个凶杀案哈。但是说人与灵魂之间这个互动呢，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并且你能直白的感受到。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故事。那我们跟网友讲一下。好，师父，这个罗爱珍的这个案件，当时还是挺轰动那个台湾的媒体的哈。就是这位罗爱珍女士呢，她是1992年，她是从大陆呢就嫁到台湾，当时她才21岁嘛。然后呢，就是她嫁到台湾之后，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某种原因她离了婚，但是离婚之后呢，她还是继续就是居住在台湾，然后她就开始工作嘛。那她打工的一个店呢，就是叫香肠王，她是在台中一个就是商圈那边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食品摊，她就在那边开始打工了。然后打着工呢，他就跟那个香肠王的这个老板，他姓沈，就是我们就叫他老沈吧。就是这个罗女士跟老沈就有点搞起了暧昧的关系，就男女朋友啦这样子。但是这个老沈呢，他也行为有些不检点了。他不只是跟这个罗女士搞暧昧关系，他还跟很多其他的女士也是有搞一些就是这些男女关系。然后呢，其中呢有一位姓谢的女士，就是跟这个老沈也走得挺近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香肠王的这个老板老沈跟罗女士还有这个谢女士，他就搞起了一个三角暧昧关系。
那就是事情就进展到2005年，然后当时候呢，罗女士还在台湾，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失踪了。然后就是没有人能找得到她，就连她的家人啊、她的朋友啊，试着去找她，然后就是这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怎么联系就是都联系不到，然后这个事情呢，因为也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警方呢也就是试图去找，但是就是事隔10多年呢都没有任何的进展。哇，10年都没找到。对，10年都没有找到。然后直到10年后的有一天，就发现了一个离奇的事情。这个罗女士呢，她生前有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呢，知道这个罗女士她失踪了，她也是就是想要去找她嘛，很多年也都没有什么样的进展。但是呢，她有一天10年以后，有一天就梦见了这个罗女士，但是她梦的那个情景呢，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她就看到这个罗女士呢，她全身赤裸，然后全身赤裸在发抖，然后发着抖呢，还跟她讲说我是被冤死的。就是然后他整个状态就看起来，他脸也是浮肿的呀，然后整个状态就看起来特别的差。然后这个朋友梦惊醒之后呢，就觉得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啊，他就去找了当地一个公庙，然后去公庙去告诉那个公庙的灵媒说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然后就问这个灵媒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灵媒就给他看了一下，就说你这个情况呢，其实你这个梦见的这个朋友罗爱珍，她已经死了，而且呢，死的还不是正常的死，她的尸体被丢到一个大水沟里了。然后这个朋友听了就非常非常的震惊，他马上呢就去找了那个当地的警方说，我就做了这个梦啊，而且我这个朋友确实失踪了10年了，当时已经2015年了哈。然后警方呢就听了这个线索，就往回去查，就2005年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事件。那就发现呢，当时2005年真的在彰化县，就是有一个无名的女尸就被抛弃在这个彰化的一个大水沟里。就不是台中，是另外一个地方。对，是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一个无名女尸。对，然后呢，当时警方也想找就是这个无名女尸的她的这个身份嘛，但是怎么查也查不到。然后呢，就是也没有更多的线索，所以1年之后呢，只能把这个女尸给安葬了。他还立了一个墓碑给这个女尸，叫无名女尸。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线索，然后就是包括他这个朋友的这个请求啊，他就是去做了一个 DNA 比对，他就是警方去找回了这个罗女士的生前的一些亲人，对，然后就是跟这个尸体做了 DNA 比对，发现确实这位无名女尸，这具无名女尸就是罗爱珍。哇，等于是被人杀害，然后扔到排水沟里，对，已经死了10年了，是已经死了10年。这个就是这个陈年旧案终于就水落石出了。对，那谁是凶手呢？这个就是更悬了哈。当时候就是那个发现了这具尸体之后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罗女士原来就是这个无名女士之后，她的家人啊、朋友啊，大家就也是非常的激动啊，因为那么多年，终于找到了这个罗爱珍哈。对。然后也是很悲痛，然后大家就是很多人呢去她的坟前就是去祭拜，包括警方啊，包括她的家人，包括她的朋友去给她祭祀。那其中呢，也包括就是当时候，就是跟那个罗女士跟那个老沈有一个三角关系，那个谢女士也去给她祭祀了。就是小三也去了也去了。当时候因为时隔那么多年可能她也是想要有个祭祀。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她是有一个。他是跟这个案件有线索的提供吧，就是跟有关联，所以警方带着他去的。那是对，所以他们就一起去上坟去祭祀嘛。然后就是很悬的是，其他人都没事，你呢？那个他的那些家人啊，警方祭拜的时候都挺正常。但是他怎么祭拜？就是上香对吧？上香上香。然后可是呢，到了这个谢女士她去祭祀的时候，就是小三她就拿着香去祭祀的时候那个香就断成了3段呢。就香本来就是燃好的，插在香炉里，突然就断成3段哦。对，断成3段，而且呢，2头开始燃烧。
哇，一根香两根烧，这很奇怪，很邪门哎，非常邪门。对，然后其实当时候那个现场的那些人都觉得，哦，这个事情就是奇怪，那肯定就是跟那个谢女士有一点关系吧？可能不是有一点冤案哦。对，警察他们其实台湾人是蛮懂这一些的啊，他们民俗的信仰哈，各方面的，他一看这种情况，糟糕，有冤情就知道了。而且他针对的就是这个姓谢的这个小三，这个女人。然后前面其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都没事啊，香都好好的哈。对，所以那个警方就去审问了这个谢女士，说：“哎呀，这个你知道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们。”那个谢女士就如实的我觉得她也怕了，她也怕了，真的是，她就如实的告诉他，哦，当时真的就是这位香肠王老沈，他当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三角恋嘛，就起了一点口角呢，就一点不愉快。然后有一天呢，这个老沈就给这个罗女士就吃了一个安眠药，然后让她昏昏沉沉的，就把她的那个身体包裹起来，放到了那个车子后备箱。然后开了很久很久，到一个河沟呢，就是把那个罗女士就丢到了那个水沟里了。哇，那就淹死了呗。是，所以呢，真的就是因为，哎呀，当时就终于就水落石出，就是因为这个灵魂，罗女士的灵魂托梦给她的朋友。哎，我们总结一下哈，他托梦，他先是托梦给朋友，后来然后那个到宫庙去，那宫庙的灵媒又验证，是当时我记得是说那个罗爱珍她那个灵魂就到了那个灵媒的身边，灵媒她能够更容易去沟通嘛，然后那个灵媒还有问这个罗爱珍说，那你在哪里死的？她说我在水里淹死的。所以灵魂它真的就是，然后还有第三次是在他那个墓碑前祭奠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案件的这个涉案人之一啦，这个姓谢的这个小三在场去祭拜的时候，香断成3节。对，这就是还两头烧，非常的邪门，就更提示了正在那边的那些那个警察呀侦探这一些的哈，才这样把凶手捉拿归案的。所以你说这个灵魂和人是可以对话吧？哇，他为自己报仇哎！对呀，他是被谋杀呀，对，而且没人管了。对，我们都说这个阴阳两隔哈，但其实这个灵魂它可以用它的这样托梦啊，还是其他的断了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人世间的人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的案情。对，那师父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我也听到一个美国也有一个故事这是台湾的嘛哈。对，美国呢，这是在1982年吧，当时呢在纽约曼哈顿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呢他是韩国裔的哈，对他呢他姓车他是 Teresa Cha， 我们就叫他小车吧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刚刚结婚她那一天呢，就是早上出门上班呢，戴了一个红色的那个贝雷帽红色的皮衣，还穿着靴子，还提了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个手提袋，因为她是在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做设计的，她是个艺术家嘛。然后当天晚上5点钟呢，她呢应该就是到一个叫帕克大厦的地方去跟她的先生去会面可是结果呢，就是先生一直没有等到她。到半夜的时候呢，结果在这个大厦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结果就找到了一具尸体，证明其实就是他但是那个地方应该不是杀人的现场，它是一个弃尸的地方。当时80年代嘛，不像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监控设备所以当时是没有什么线索的，很难破案但是他当时也是衣衫不整有些东西也丢掉了一个是他当时提的那个手提袋不在身边，还有他的结婚戒指在手指上也消失了。但是呢，这个案子就迟迟没法破解，因为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都过了1个月了结果呢，他的妈妈，这个小车的妈妈，他们家住旧金山然后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就是女儿来跟妈妈讲说我在帕克大厦而且呢还给他妈妈展示了一个数字777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对，然后妈妈就是惊醒了之后，她就想，这一定是女儿在告诉我这个破案的线索，因为案子没有破嘛，女儿还是沉冤未雪呀，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跟一家人就讲了。第二天，这个小车的哥哥跟爸爸两个男人就到了纽约市这个帕克大厦然后帕克大厦其实当时正在装修，里边是非常凌乱的，乱七八糟的他们就去了停车场。到了停车场呢，一看原来每根柱子上都有那个数字的标号的。他们就找，哎，真的有一根柱子上写的就是777。就在那个柱子附近，就是看到了这个小车当时那一天就是他的穿的一些衣服，还有红色贝雷帽啊、夹克，还有一只靴子还有一些钱包什么这些的。这样就赶紧叫警方来警方还很奇怪说我们都没有找到这个杀人现场，怎么你们找到了呢？然后他家人说是因为托梦这样找到的。那警方看了之后呢，还真是认证这个的确就是杀人现场。那这是第一现场找到之后，那就想，因为当时这个大厦在装修嘛，他说就一定是跟这个大厦有关的人才能在这里作案，然后就去排查。正好这个大厦的有一个保安呢他作案那当天他还上班，第二天他就不来了，然后他就有人就举报他了，就跟警方说这个保安呢，他叫乔伊。他那天我看见他就拿了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手提袋，而且他手上还戴了一个奇怪的戒指，就是对。然后呢，这个警方就开始搜索这个追捕这个乔伊经过6个月的这个追捕吧，终于给他捉拿归案了。那么这个戒指照片给他一看，他就大惊失色，就知道一定就是他了然后经过盘问还有证人的作证等等最后他就把他判定为他真的就是这个罪犯，他也认罪承认了，判了他25年监禁。所以你看，这个美国这个案子也是灵魂会为自己平反的，他会跟我们也是他杨介沟通，他找他妈给他妈托梦，完了真的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案子给破了。对，你看这个信息很清楚对，是什么大厦还3个7，没错，这些太清楚了已经。对，然后他妈妈也是，我觉得就是也是挺清醒、挺明白的立刻就是赶紧去，第二天家人就去了，就找到了这个第一现场。是，所以人这个灵魂它真是存在，还真是能沟通不光是存在，还能传送必要的讯息。对呢，对，真是。对，那说到这种，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都比较极端一点的这个凶杀案呐，有冤情等等对，师傅，那你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也能接受到这些灵魂的信息吗？应该能的。是对，我们通常说，你比如说你左眼皮跳，右眼皮跳，关键是谁传达给你的？不知道，我们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它是自己跳的吗？是一个身体自己在跳吗？它不是仅是一个神经反射吗？神经反射怎么带有预言性呢？就不好解释。如果你自己的神经反射怎么带有预言呢？还有师傅刚才我们讲的鬼压床的那个现象，对，一般医生都说疲劳所致。对。那是真的就是疲劳呢，还是真是有鬼来压了呢？但是我们在看到的就是偶尔谁比较疲劳了比较疲劳了，这个能量不足了有那天就非常累或者情绪又不好，这个就容易做这种梦。对，这种梦可能它也有点差别的，所以鬼压床呢和一种完全疲劳的它有点类似而已。不完全一样。对，但是鬼压床的如果时间久之后这个人呢，你看他的整个面目偏黑，眼圈更黑，还有呢快速脱发，就大量的脱发，还变得忧郁，还有就精神有点失常的感觉。那不就是咱们讲的有点中邪的感觉吧？对，那你轻度说就忧郁症，重度说就是中邪。对，那还确实是有鬼来压了对，你像有些我们帮着调整，有些就一次嘛，一次之后他这个把它给弄好之后呢，
他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是师父帮了不少这样的人，确实帮了一些。对，所以那你说这个，所以这个灵魂呢哈，我们和使用灵魂和在这个平时之中啊和灵魂之间的互动哈，还有一种灵魂就是和你有这个亲缘关系的。对呀，就有情有亲。对吧？这个有情的话，爱你的你爱的。这个亲呢是血缘关系。对。比如你的祖上。对。从爷爷再往上追溯哈。当然有些帮你，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如果你认识的这个长辈，比如说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往生的父母啊，当然你很熟悉这个样子哈。对，他比如说在梦境中提醒了你什么，而且果真这个事情正如他所提醒的那个样子的话，你知道，哎，这个是亲人在帮我。对，和你有亲有情的这个人。那师父，那您说这个祖辈有那么多哈，那么多位对吧？一代一代的哈。那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跟他们都有着联系呀？其实是有联系的。对。哇。它就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哈。那假设说，那他们也能传递信息。一样的呀，一样的。尤其是有这个有亲有情的嘛哈。就是说，如果尤其是他对你是一个血缘关系，对这个东西哈，就是他去世了，他和你之间还是相连的。那比如说吧，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人遇到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前后说过，至少有几十名说你那个祖坟上可能有一些问题。还是与邪气没有关系。祖坟有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我说你家那个坟怎么从中间给劈开了？他真的啊，多少年没有去祭个祖，结果一查看说修路，修路说找不着这个坟的主人，他们就把这个路给劈开了，正好从中间过去了。对他们也去挖这个棺木，把这个棺木呢，把这个坟一劈两半，就是本来是在一起的嘛。对呀。结果就是马路东边、马路西边各一堆。这样也是不好。那对他的后人的影响。对，还有就是年久失修年久失修呢，那个坟呢，坟里头埋的当然是死人和棺材嘛。对。比如说棺材腐朽了，里面或者正好有个暗水流动。黄鼠狼住进去。一堆蛇住进去。总是有这个小动物来回爬入爬出。那这个呢，首先漏气。那这个漏气的坏处是什么？对这个让亡灵不安。对。那对于活着的后人呢？也不安。岂止是不安呢？叫倒霉。出现很多麻烦事儿。很麻烦，就可能出横事，或者是。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其他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健康的、这个财富的、事业、职位、家庭幸福等等，都可能会出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次印证也是对的呀。对。所以你为什么这个有很多人让人请一些先生懂得哈，就看一看这个祖坟。看阴宅，或者叫看阴宅的风水，这个是对后人很重要，是有说法的。对。那香可，你知道这个老祖先跟我们还能有这种联系的故事吗？是，就是前阵子在网上呢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网友分享的故事哈。对，这个还挺有趣的，给大家讲讲。就是呢，他这个写这个故事的人呢，他自己有一个房子在出租。然后呢，他几年前他就是租给了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他一开始还有按时交租金啊，怎么样的。但是呢，后来呢，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就拖欠租金。然后怎么找也找不到人，有时候他就已读不回，然后有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在加班啊，没法那个给你打电话，所以一直不给他那个付租金。”然后过了几个月后更离谱，这个人直接就人间蒸发了，就是人也找不到了，然后当然租金也没收回来嘛。所以这个作者啊，就是走投无路也没有办法，就拿着这个备用钥匙跟着警方
就是直接到他的那个家，就是用备用钥匙打开门，就是这样子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嘛。然后一打开呢，就哎呀不得了啊，那整个家都特别乱，特别臭，就是好多那个老鼠啊、蚂蚁啊，然后很多那个吃剩的这个便当盒啊，然后还长了霉菌，就是整个家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租客也太不负责任了哈！啊，然后那人也不见了，对所以没办法，这个房东啊也说，哎呀，我就认了吧，那我还是找清洁公司要把我的家那个好好清洁消毒一下，那只能这样了呀。对，然后我的家那个可以再给人租出去，好吧，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清洁公司来，然后刚好呢，这个房东那一天就是在工作，他就没有在家里看着，然后可是呢，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清洁公司那个老板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哎，那个老板啊，你家里就是特别多垃圾，我们就给你清出去了，但是这个垃圾堆中呢，还有一个祖先牌位，这个要怎么做？然后那个房东就想说，哎呀，这东西都不是我的，这家里应该这都是垃圾，你就把它都丢了。好，然后就丢了，就以为就没有事了哈。然后呢，隔天呢，发生一个奇怪的事，这个就是租客那个年轻男生突然就给这个房东打了电话，然后态度180度改变，不是前面都找不到人吗？不付租金。然后呢，就是这个男生就说，哎呀，房东啊，对不起啊，我当时，哎呀，你那个我会给你付那个租金的，你给我一点时间，求情，但是你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吗？然后房东就奇怪嘞，就是你有什么东西里面都是垃圾啊，我还没说你把我的那个家里搞得那么乱。没有东西，他就跟他说很不耐烦，说没有东西啊，你要什么东西？那个租客就说就是我那个有个祖先牌位了，你能不能还给我？然后当时房东他也有点情绪嘛，然后就说没有，全部东西都给你丢掉了，没有，你一定是找不到的，然后就给他马上挂了电话，然后呢，奇怪的事情对就发生了。当天那个房东晚上呢，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呢，就是一群那个老爷爷老奶奶拄着拐杖，然后向他慢慢靠近，慢慢靠近。哇，那然后很吓人呢。对，直勾勾的盯着他。不是不要鬼压床对，直勾勾，还有一群那个老爷爷老奶奶然后直接把这个房东给吓醒了，汗流浃背。哇，这是谁也得吓死喽。是，然后他就想起我昨天还跟那个租客说，就是他的祖先牌位我给丢掉了，是不是有点关系啊？他就联想到了，对，联想到了。他就那个给那个清洁公司那个老板打电话说，那个祖先牌位你给我丢到哪儿去了呀？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然后那个清洁公司说，我就放那个垃圾堆里啊，那你自己去找吧。那个房东没办法，又得雇了人去那个垃圾堆给他找这个祖先牌位。我的天，那能找到吗？找到了。然后那个雇的人说呢，他到那个垃圾堆，这个发现很奇怪那个祖先牌位就立在那儿，就让他看到是吧？好像在等着他一样。他就祖先牌位很灵哎，是，他就恭恭敬敬，好把这个祖先牌位还给这个房东，然后房东拿到这个祖先牌位也给那个租客也联系上了，说我就找到你的祖先牌位，你赶紧来认领吧，好像不太对劲了。然后那个租客马上也给他找上门来，然后他见到租客的时候呢，租客是一瘸一拐的然后脸色特别难看，然后就他就说。那个租客就告诉这个房东说，你知道吗？自从就是那个祖先牌位丢了之后，我每一晚都做梦就是一群老爷爷老奶奶拄着拐杖来找我。然后前一天呢，我还遇到一个意外，因为不小心就摔断了腿。我的天哪！骑单车摔断腿啊？对，骑单车摔断腿。那我估计是那个老爷爷老奶奶那个暗中那个拐棍儿一挡，他的车就得倒在惩罚他，人家生气了。哎呦，真吓人呢！一瘸一拐来了，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还真是有祖先哈。而且师父就说到这个牌位，这个牌位它就是一个
怎么说我都不懂，它是一个媒介吗？它是跟对他现在说的牌位哈，对，就是人活着一共有3个牌位，第一个是你的身份证哈，随身带，代表你这个人哪国呀，在哪个城市哪个地区住嘛哈，对，这是活着用的证件，死了有2个证件，一个是墓碑。墓碑，哎，比如说埋葬你那个地方，今天放骨灰盒吧哈，骨灰盒外面也就贴上你是姓字名谁，什么地址啊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名字哈，那么还有一个牌位呢，就是在像中国的南方地区哈，有很多说，如果我去这个坟的这个地方，坟墓地方有点远，对，有的是几十公里之外。那有点远，一会儿高山也不好上，这样为了纪念这个去世的亲人哈，他在自己家里头设了这个也叫祖宗牌位或者叫灵位。很多那个马来西亚华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做法哈。也有的人说，比如说是父亲去世吧哈，他给父亲写成名字哈，哎，写成这样，这成了一个也叫灵位，也叫一个牌位这样。还有的更多的就是说，反正上代祖先也没法查名字，或者是名字太多也不方便写哈，或者说比如说李氏啊，历代祖先牌位，这样他在某些节日的时候呢，他就祭祀祭拜一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牌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祖先的一个牌位，哎，就是某某氏的历代祖先，这样他是供在家里，可是他家里呢这个垃圾太多。对，就让人收拾的时候啊，连牌位一起给扔了，就是很不恭敬啊。结果呢，生气了，真的。但是收拾的人不知道啊，对，因为也不是他们家，全是垃圾、烂饭盒、烂被子，是吧？用不着的烂电器堆了一屋子。是。哎，我在温哥华见过这么2个屋子，还真有这样的。哎呀，塞满了呀，都是破破烂烂，几乎没什么有用的东西。哎，对。这样的话呢，也不怪人家收拾的人给他都给扔了，是吧？所以也是给这个租房子这个青年人呢也上了一课。对，以后你祖宗牌位，你别能把你的屋弄那么乱呢。而且你要是搬家呀，或者什么，你带着祖宗牌位一起搬呢，你不能扔在。他是不交房租嘛？不交房租，其实叫房东给清理了。对，他跑的是忘了这个事儿，也是。而且那个房东，因为他也起了那个不恭敬的心嘛，他就说：“哎，把它丢掉。”然后结果那老爷爷老奶奶也找到了那个房东。对，因为别说房东了，谁会在乎呢？你是一个租房的，租我的房子很多个月不交我房租，又找不到人，总找借口。所以呢，通常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把你的东西给扔掉，把我房子腾出来清理一下，我要租给别人嘛，是这样。对，所以不会太在乎这个细节。你说，尤其是说一个牌位，说你一个牌位有什么价值啊？对，就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没有想到后面连着这么一大群老头老太太祖先呢。对，你可以不怕嘛，都是一群老头老太太，都是老人家，你怕什么呀？可是，在夜里来一群，哇，压过来，像大兵压境一样哦。但是幸亏他赶快找哈，对，这个房东啊，幸亏找回来了。如果说我连着1个礼拜梦见他，我就是不找，那他就中邪了。什么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恶劣的事情。最严重就是带走嘛。对。那再轻一点的话，和那个租房的人一样，租客一样，已经摔了一跤了，四肢会断掉，哎呦，是吧？心脏病突发。去急救都是有可能，就是祖先不高兴了，对呀，还有这个祖先，不管是不是你的祖先，他这么多的灵魂哈，如果一起责怪你的时候，那这个威力很大，就来了。那说到这儿，就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节了哈，就快到清明时节了，对。那清明节都是这个追思感恩祭祖还有往生亲人，对，怀念往生的亲人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的节日，有祭祀的节日，对。那你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多人也不懂哈，尤其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又受了这个教育哈。就说以前的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呐，还怎样，包括很多人老家的这个祖先的坟墓在哪里都不知道了，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很多网友也是很困惑，说那还要祭祖吗？为什么要祭祖呢？不是祖先都已经我们也没见过，
不是都说人就是死了之后一了百了吗？啊，我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关系呢？就提了好多问题，其实，一了百了是自己认为的，这种应该说无知认为的啊，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就是以为就没有了哈。对，所以今天科学用到的哈，最高科技的东西，其实生活中你都看不到的。你像咱们用这个手机，对，来回接收的这个讯号，能看得到一道光过来了吗？看不到。一个铁丝这么延伸过去都没有，对不对？对，都是用的这样的东西了。是，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形体了。对，那这个有个机器呈现，这我们相信。对，但是你也说不清道理，对不对？那么这个鬼魂，或者说外星人啊，或者还有其他的有生命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过去哈，所以就觉得说不敢承认而已，或者没有机会看到它，对，其实我们越是未知的，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咱们不知道，其实未知的世界比已知的世界还要大很多，更丰富，对，更丰富，对。所以就是针对网友们的这些问题哈，师父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个我们真实的故事来给大家讲。这个清明节我们真是还是要非常重视的哈，好的，要去祭奠我们往生的亲人还有祖先。好。那第一个来的故事呢是马来西亚芙蓉禅堂。他说我叫慧珊，今年68岁，来自马来西亚。2024年清明节前夕，我来到了芙蓉禅堂。当时呢，在禅堂的药师殿里，已经开始排列着一排又一排的清明节超荐牌位了。当时呢，禅堂老师告诉我们说，在清明节期间来禅堂做义工，折纸莲花，可以为往生的亲人积累功德。那么呢，我就深感触动哈。就一边默默地折莲花，一边在心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亲人。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就梦见了已经往生1年的丈夫。梦里，丈夫竟然出现在禅堂的药师殿里，他可怜兮兮地蹲在药师佛台的旁边，眼神充满了期待看着我，轻声地问我：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安排超荐牌位呢？我一下子就惊醒了。第二天，我赶紧一大早去了禅堂，给丈夫立了一个超荐牌位，而且给他点了7天的超荐灯。其实呢，丈夫的忌日就是5月份，离他的忌日大概还就剩1个多月了。我是原来打算到了忌日才给他做功德的，没想到清明前夕，丈夫就提早来给我提示了。神奇的是，隔天晚上呢，丈夫又一次托梦给我，这一次梦境完全不同。梦里，丈夫和我坐在他最爱的车子里，他开着车，开心地看着我，语气轻松地说：我收到牌位啦，现在我载你去广场买东西吧。说完他还笑了笑，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和轻松。梦醒之后，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安稳。这2个梦让我懂得，原来不只是在忌日要祭祀亲人，也要在清明为往生的亲人立牌位做功德。那么从今以后呢，我会继续在所有重要的节日都为我的丈夫做功德，希望他也越来越光明自在。感恩师父的教化，感恩佛菩萨的加持。对，这里边就是刚才我们师父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牌位的重要性哈。对，就是牌位就是这个已经往生的人他的一个身份证一样的哈。然后我们祭祀，我们就是人祭祀他们，这是活着的人和往生的人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有点像时空之门的感觉啊。对，但是这个师姐呢，就是她原来理解的是先生往生的那个日子，就是他的忌日哈，那一天到他的坟前呢，一般我们都是摆一点他生前爱吃的东西呀哈，对，然后可能还有鲜花啦，有什么就这些哈，给他做一个祭祀，对不对？然后烧纸钱呐，烧点衣服啊，烧点等等这一些哈，让他在阴间使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祭祀。其实师姐她是准备这么做的，但是我想问师父的是，她这个丈夫啊，为什么托梦给她说，你得给我立个牌位啊？这个
往民间这种祭祀和在立一个牌位，尤其是在我们禅堂里立一个牌位，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时候这个牌位呢，通常是指我们禅堂哈，为了帮助我们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是吧？借佛光哈，去普照他，去帮助他往生的亲人哈，能够也叫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得乐有很多的说法和含义，比如说往生的人去了哪里，是活着的亲人是特别挂念的一件事情。对他还好不好？对，比如就像电影上说的，去了天天挨打，对，去了已经被关入非常非常痛苦的地狱。对，啊，或者是说去了之后经过一个审判，说这个人挺好，往生天国。往生天国之后，他的寿命就8000亿岁，几乎不死，而且永享快乐，是吧？那么还有说希望早点脱生到人间，转世成为健康富贵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就我们说转生到一个好人家。所以的话，就是我们想借佛光啊来加持护佑这样有需要的朋友呢，给你这个往生的亲人哈，能给他一个就是最终极解脱的一个路子，对，借佛菩萨的威力，就是将他从那个地下的那个世界中搭救上去，到好的地方去，对，往上去，至少是天国嘛。最差最差也是转世为人，成为富贵的、吉祥的、长寿的人。是这样。那师父，那像民间的这个到他的坟前，给他摆点酒、摆点肉、烧点纸啊、烧点衣服这样的，就起不到这个作用。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礼尚往来的，这种往来就是你是后人嘛哈，对，或者他的朋友也是哈，亲人。对，比如说在他的有至少2个节日的祭祀，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忌日，对，他去世的那个日子啊，忌日和生日正好相反。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生日就是我出生那一天，这个是他离开人世往生那一天，你要亲人一定要去祭祀，就是但是不要说他忌日的时候祭祀，那清明的时候呢，也要去祭祀，非常需要，非常需要，对，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朋友呢，他给他这个同修哈，给他去世的先生先生说要这个牌位，是我们在禅堂哈是。给你想给这个往生的人一个祈福的话，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纸的牌位，黄色的纸的牌位，写上将来要受佛光普照的受益者的名字，就是这个往生的亲人或者历代祖先等等，希望借佛光呢能够保佑他。对，他说的是这个牌。对，他说的是这个。他的先生要的也是这个牌位，这样就会得到那个佛光普照，这样他容易接收到这个被普照的这个能量，对，他就可能得救了嘛。所以这个往生的先生还是很聪明的哈，他直接跟他说，对，他知道怎么样，对我都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怎么才能更好呢？他在那边一个牌位，他去世之后，他反而知道呀，反而懂了，对，是这样的，是这么个原因，是这个意思对。那他这个故事里呢，他给先生立牌位之后，就梦见先生过得很好嘛，那就是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梦见先生带着他在一个车里面，对，然后说来走，我们一起去广场买东西，对，就是师父像这样子的梦有什么样的寓意吗？其实我们师姐还是挺高兴的，说这个梦醒了之后，她还心里觉得挺安稳的也想请师父稍微解释一下，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吗？就是不敢多说也怕那个师姐心里有压力，或者是说我说的可能有点严重了。那咱们为了这个师姐好，也为了她往生的先生好，那咱们说一点儿。有时候就像我们给人看了一些事情哈，反正有需要来问我就说，但是人人都希望说，你看我，比如来看看我儿子命运怎么样，那将来说当大老板、当总统这寿比南山，大家喜欢听到最终这么一个吉祥的话。是的。但是我没有想着我骗人是有罪的，这我知道啥我就要说啥，这样才合乎于天道。就算是不好，
你早点有个解决的方法。对，也比你说我把你骗得很开心好嘛。对，要实话实说嘛，是吧？啊，对。所以像这师姐这个事儿，我说的我也有压力，就是。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全是好的那种含义。但是我所知道的这个就是那个梦中的景象哈，这是你往生的亲人，尤其是和你说坐同一个车，一起去哪里，这就不太吉祥。不要答应比较好。就是不是答不答应，首先这个景象不太吉祥。这都首先一个说你这个往生的亲人很爱你，很疼爱你。对。那疼爱有几种方法？有一种疼爱说你跟我走吧，是吧？还有一种疼爱是说你好好过你的，我走了。我就更喜欢后面的啊。对。因为我爱你，你很好就可以了，我先走了。另外一种就是不太好的说，我爱你，所以我要带你一起走。对，这个要小心一点。对。哎，那可能我们其他的网友说不定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梦境哈。对。尤其是生前比较就是比较亲近，对，比较亲的人，比较疼爱的人，有的像奶奶呀，跟孙子说呀，说，哎呀，奶奶做饭了，来，孙子吃点饭呢，对，或者奶奶带你去走走啊，什么这样子的哈。以前也听过。是。这个就如果往生亲人这么说哈，反正是要带你走的。无论是不是生前的时候一起关系很好，不一定的。但是这个梦，我觉得。要提防。如果觉得我要活下去为好的话，说这个梦就不太好。他希望带你走。那师父听到这儿呢，我就暗中我就下一个决心，就是如果万一哪天我也做类似的梦，我一定要在梦里很清醒的说，我不跟你走。第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哈，亲人往生的任何一个亲人，不管看着多亲哈，无论长辈、平辈、晚辈哈，你都是我就不走，一定要有拒绝哈。还有梦中如果梦中意识并不清晰的话呢，那你身上带一些辟邪的宝物。这个太重要了。这种时候这个辟邪宝物一定要带在你的肉体上的，而不是背在包包上的。对。就避开做这个梦，比如说戴到脖子上的哈，对，这样挂坠呀，或者是这个手链呐，一定在你的肉体上而不是在包包上，或者在你裤兜里。你睡觉这裤子脱了嘛那不行的，一定戴在肉体上。是这样的，至少也得枕头下头，最起码枕头下头。就是这样子哈，来避开这种梦的到来。就是尤其把你带走这种哈，这个是不太吉祥。那这个慧珊师姐就听懂了，这个师父就是讲了这个解法哈，可能平时的话还是要带着这个辟邪的宝物。对。那么还有呢，再去禅堂啊，或者寺庙去做功德哈，对，要给自己延寿。因为这个只要梦到这个是对方期望把你带走，无论出于好心恶心哈，期望把你带走，但是你不希望跟他走嘛，对，你跟他走就死了嘛，对，在人间你就消失了嘛，那你应该赶快给自己做份功德，做功德，希望就是每年给自己做份功德，希望自己今年继续存在下去，是吧？一年一年的去做。对，这样就可以的。哎，师父这个提示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感恩师父提点。我也不敢多说，因为骂你的人就会说，你看这就是骗钱的。我是说，你可以到任何一个你比较放心可靠的寺院里去哈，尤其是佛教寺院比较灵啊。对，去做这个功德哈。真正的修行的场所。对，真正的修行场所，希望呢借佛力加持哈，把你这个生命能保留住。好，别让那个太爱你的亲人，因为爱你所以把你带走，这个是个麻烦的事儿。是的，对，感恩师父的这个指点。对，有出路就不怕。对，并且还要告诉他呢，就是说，尤其是清明节哈，对，在接下来那个还有个盂兰盆节，这2大节日的时候，要想把你带走的这个亲人或者祖先哈，给他多烧点纸。多念点佛加持哈，让他在你们好好过自己的哈，别担心我们这边，别叫你去。对，对，要这样。给他也给安稳。对呀，烧纸钱呢，烧些衣服呀，这些是非常必要的。给的足的。对，功德也给他做。对，好的，有个出路就可以了。对，所以这种梦其实是最恐怖的了。对，要小心哈。好，感恩师父的指导。
师傅，那咱也给这个慧山师姐压压惊啊，给送她一个礼物。好。哦，漂亮啊！来，香可认得吗？这个是和田玉的小对，好漂亮。这是小玉的这个一条链子哈，就戴在脖子上哈。那就随身带辟邪喽。对，玉本身就辟邪哈，它是保平安哈。再加上说有个美好的祝福在上头哈。希望呢。你的先生在那边好好过他的哈，对，到时候该转世转到至少是富贵人家。哎呀，收到。那师姐呢，在这边好好修行啊，安度晚年哈。对，好，佛菩萨护佑你哈，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那我们也跟马来西亚芙蓉地区的网友们讲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芙蓉菩提禅堂呢，在清明节这个前夕呢，从3月28号开始到4月3号，连续7天晚上7点到9点都有这个为亲人的念佛祈福的活动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往生的亲人呐，有历代的宗亲呐、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可能有人也有堕胎婴灵等等对，那我们都要为他们做功德，我们去念佛祈福，然后呢去写这个牌位对，去给他们供灯这一段连续7天他们这个活动做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那么4月4号清明这个正日子这一天呢，他们有一场活动，祭祖孝亲报恩的活动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半，芙蓉禅堂。那个网友来截个屏电话到时候联络一下地址等等都是在 Facebook 上都可以找到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听到故事里边说，这个师姐不是去折莲花嘛，对不对？所以今年芙蓉禅堂还是有折莲花的这个活动，3月25号开始到4月3号，每天上午10点钟到傍晚5点，就是一整天都可以来禅堂折纸莲花做功德。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往生的亲人祖先也给自己带一份功德。芙蓉禅堂那个很好这几位禅堂这个同修呢是特别的发心是，对，从主管到副主管这个核心成员，对，那是真是发了这个菩提心。几位老师真是呕心沥血的，对，在利益众生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去禅堂去做义工对，折莲花呢，帮忙做事情对呀，打扫卫生写牌位这些都是在做功德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能化解这个灾难是的为往生的亲人呢积下一大份功德，那他们呢将来呢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对，那在那面就在那个世界亲人好的话呢，我们活在世间的人呢就更吉祥幸福。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的题目就是嘛，让我们往生亲人更好，就是这些方法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对对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我这边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想给师父跟网友们分享，是新加坡禅堂的一个师姐叫小何，她说我的母亲一向身体硬朗，很少生病。然而2023年5月的一天，命运却无情地将她带走。那天她在厨房不小心跌倒了，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摔伤，谁知送医院之后，第2天她就离世了，享年84岁。母亲的突然往生让我非常的悲痛，心中充满了遗憾和自责，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够好好的孝顺她，就已经阴阳两隔了。母亲往生的时候，我已经在菩提禅修学习，就记得师父曾经开示，亲人离世后的49天非常的重要，是决定去向的关键时刻。我不敢耽误，立刻在禅堂为母亲点上49天的灯，也以母亲的名义点灯供养地藏王菩萨。同时，我虔诚诵念药师佛心咒，祈愿佛菩萨慈悲接引，让母亲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1年后的2024年清明节，母亲第一次在我梦中出现。这场梦境清晰的仿佛是真实发生的一般。梦里，我看见母亲与阿姨，就是母亲的妹妹，一起出现，但她们似乎身处不同的世界里。已经往生的阿姨衣着光鲜亮丽，
脸上带着祥和的微笑，站在人群中，周围的环境光亮和热闹。而母亲却截然不同，她孤零零地站在黑暗的角落里，眼神中充满了落寞。忽然，母亲拉起了我的手，带着我四处去寻找衣服。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母亲身上穿的就是非常破旧邋遢的衣物，与阿姨华丽的衣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梦醒之后，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母亲悲伤的神情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回想起师父的开示，如果梦见往生亲人衣衫破旧，身处黑暗，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去到善处，需要我们多做功德，帮助他们解脱。与此同时，我也想起，在阿姨去世之后，她的子女们一直持续为她抄经、点灯、祈福和积累功德，愿她往生善处。我顿时就明白了，我为母亲所做的功德远远不够，她是在向我求救。我立刻联系家乡的哥哥，请他到母亲的坟前为母亲烧些纸钱和衣物。我又立刻去新加坡菩提禅堂，为母亲点上49天的灯，祈愿佛菩萨慈悲接引，母亲能够去到更好的地方。大约3个星期后，我再次梦见了母亲。没想到这一次，她的模样截然不同。母亲换上了光鲜整洁的衣服，神情安详，身旁还有已故的舅舅，他们正在悠闲地喝茶聊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梦醒之后，我内心激动不已，母亲终于得到了安稳的归宿，往生善处，不再孤独，也不再受苦。那一刻，我的心中前所未有的轻松，压在胸口的那块大石头终于也放下了。回顾这段经历，我深深的感恩，能够在菩提禅堂点灯祈福，为母亲尽上一份孝心，让她得到师父和佛菩萨的加持，是我莫大的福报。我会一直持续的为母亲和祖辈点灯祈福，愿他们安详自在，吉祥如意。感恩师父。这个梦，这个它两边的对比哈，就非常的非常鲜明，非常鲜明。对，人家阿姨家的孩子就是常年为这个是母亲做功德，所以梦中的话，这个阿姨就穿着得很靓丽，都像了非常富贵，很好。对，然后结果自己的妈妈破衣阑珊，然后还身处黑暗啊，然后自己也妈妈自己也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她做了功德之后，哎，妈妈就变了，衣服也好了哈，然后这个面部表情啊什么的也都好了。其实师姐也挺有悟性的，她就说，虽然在她妈妈去世49天以内，她也有为妈妈做功德嘛，但可能之后就没有持续的，就是像阿姨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49天虽然做了功德，可能是不够的。对，所以这个功德要持续做。对，每个人他的业力啊，这个因缘也不一样哈，师父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就是像在韩国有个电影《与神同行》哈，所讲的，这个人去世之后哈，通常这个49天以内呢是审判或等待审判的日子。对，所以这个49天这个做功德哈、念佛呀等等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做完功德、审判完、发配完之后，并不代表他就没有罪业了。对，比如说这个打进地狱的，或者说是转世逃生成为一个穷人的，那你可能还要给他做功德，对，他的那么才能茁壮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幸福的、富有的，是这样的，他要在那边也要变得更好才行。对，所以这个功德一直要做。像中国古人哈，他讲究就是像父母去世之后啊，作为尤其是儿子哈，儿子的话要守孝7年。是这样子的哈。当然，像现代社会来说，7年这个，我觉得这几乎就失业了，就是对，就失业了就，所以肯定也不行嘛。对，那我们不是守孝，但是也要给亲人做功德呗，至少这几年。像师父刚刚提醒的，不止在亲人的忌日，还有清明节啊、盂兰盆节这些大节日，都要为他们多做功德。是，
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哪怕请个假哈，那这一天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哈，你们一起来念佛、做功德，来做这些积累功德的这个善事哈。对，让自己的亲人呢，在那边呢得到真正佛光加持。就像前面那位马来西亚这个师姐的那个先生哈，说你给我弄一张牌是吧？是这个牌位，对。其实有一层呢，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忘了哈。其实这个牌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佛前点了卯的。什么叫佛前点卯呢？像通行证一样的。佛已经看到了和要保护这个人，说他在那边是受保护的。那太重要了。对，佛要保护众生，利益众生啊。对，让这个有缘众生呢都能离苦得乐，是吧？他就保你去天国或极乐世界呀。是这样哈。对，所以我们这个往往在这个给这个长辈哈，亲人做功德的这个时间呢，就越久越好。那我们的发心呢，这个时候从人的一生来看哈，你应该这个时候该请假请假，该来做功德做功德啊，这个要去这么做。其实很多人有的人就懂了吧，就是舍不得休息一下，说我好不容易找个工作，我为这个事儿请个假，我觉得不划算。我一天多少钱工资？尤其在北美按小时算工资哈，对他这么算计着，算计这一天老多钱了，我才不请呢。这个就太短视了啊！就光看这一天，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往生的亲人或者我们的祖先好的话，我们会更好，而且更长久的好嘛，对吧？而且我们作为后辈就是应该做的，其实。对，是。所以听懂这个道理了，所以要为我们的往生亲人哈，一直要持续的做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其实越大越好。对。因为几年前，我记得2、3年前啊，咱们在温哥华碰到有位师姐是吧？是。她是不太懂，她给她父亲去世啊，她点了1盏灯。对，他当时我们是说给历代祖先，然后也赶上他父亲也刚刚去世，对，不到1年。对，然后就问他说，他遇到一些不吉祥的事情了。对，非常不吉祥。对，当时因为我在看他嘛，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说吧，我当时说的话。我记得师父说，好像看到了有个就是黑色的塑料袋蒙住了他的脸。整个就是塑料袋哈，就好像被那个真空吸似的，就把他那个脸啪一下就捂死了，就是。对，然后他跟师父说，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摔了一跤，还摔了一跤。对，然后他问师父说：“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然后师父就看到这一幕，说：“你这一跤摔，就是跟我们刚才他讲那个故事里边那个租客骑自行车摔了一样，其实是他的父亲不高兴，你没有好好的尽孝，没有好好的给我做功德，所以就拿那个塑料袋捂到他的那个脸。这是一个让我看到一个警示，当把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都捂住了之后呢，你接下来遭罪还在后头。其实是这个让我提醒他的。对。然后咨询的时候，是不是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给父亲、给你的祖先点灯啊？说看到是因为是祖上对你不太满意嘛，哈。”他说点了呀。师父说：“你点了多少啊？”我点了1盏，历代祖先的灯，他就觉得都包含在。关键父亲刚去世不到1年了哈，对，就从心痛哈和怀念的这种感觉，你应该不至于那么抠门吧？何况也不是没钱，对不对？应该说他就是不懂。他不懂，但是呢，让他就开始出现灾难了，先摔一跤再接下来就会骨头摔断。对，那再下一次灾难呢？不好说，我就不敢说了，就是。对。所以网友们应该也听懂，就刚才香可讲的那个故事里，一群老头老太太拄着拐杖，哇，他的历代祖先是一群呢，还不是1个2个的，一共就点了1盏灯，然后那么多人，几百人分那个，就好像几百人分1碗饭一样的，一个人吃1个米粒都吃不到，那不行，连个那个灯光都没沾到。它不够啊，对，是这个道理啊，还是要多点灯，多做功德，祖先才好。哎呀，真是好的。这小何这个故事哈，他这个梦境的对比那么鲜明哈，对，非常的好。那咱们也送给他一个礼物吧。
好。这次送给他呢，新加坡小盒哈，哎，咱们这个沉香哈，哎，可好了，对，这金属管的哈，哎，这个香可好了，非常方便携带。对，其实这个经常在屋里烧一烧这个香哈，哎，这个其实辟邪气的，辟邪还避瘟疫。哎，这个大家不懂，有时候说你什么都懂啊，你就有你说的算呢。我为啥非得买沉香和檀香呢？这两个东西就是辟邪的嘛。对，所以我们不买化学香啊。啊，你像普通熏蚊子的香啊，或者让屋里有点香味的香啊，它没这个作用啊。这它就是辟邪气的香。所有超度亡灵的人都是烧的是沉香和檀香啊。对，所以呢，你呢在家里哈，每天早晨如果屋子不太大，点上1-2公分。啊，如果熄掉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屋里啊，会至少香1天。是。那有这个香味呢，鬼邪就会被赶出去，或者他不敢来。是。啊，并且对身体也好。对。有通经活络，就是对心脏特别有好处。对心脏特别有好处。其实沉香它是一块木头嘛，哈。对。木头产生了什么某种情况产生这个精油。这个沉香呢，我都试过泡过茶。因为太贵就没敢多喝哈，是对，人家最早卖沉香那个人就拿小刀削下来一片，哎，一片呢，把它放到火里烧，变成烟冒出来哈，这另外一片呢放到我这个白水的杯子里头，让我喝，啊，我觉得效果真好，哎，那天也是我们到处去逛店走路，让自己轻松一下哈，走得很累，哎，喝了那一杯那个沉香茶水之后哈。就全身那个疲劳就瞬间就消失了，就觉得又是能量充满的一天。哎呦，真好！哎，真是挺好的。是，这个可以在那个上网可以查得到哈。对。这个沉香它对人的健康哈是很有帮助的意义的。是这样的哈。对，所以这个香呢就送给新加坡的，它叫小何哈。好，祝你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那在新加坡的网友们呢，清明节期间也欢迎到新加坡禅堂，也有7天的那个清明节的祈福共修。那时间是3月31号到4月6号，每天下午2点到5点半，啊，就是共修的内容有诵念地藏经、念佛、学习地藏经，啊，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也有一个这个周六共修。就是每周六也有就是2点到4点的这个周六共修，在清明期间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清明主题，像教大家制作那个艾草香包辟邪的，还有品尝青团，然后还有熏香加持，就帮助大家除障，然后辟邪。青团就是清明时节特有的这个食物啊，也是。辟邪这是用艾草做的。对，对，这个艾草做的青团这个食物哈，还艾草本身其实它就除湿气、除邪气哈。你像在我们小时候，无论是在青海还是河北省哈，像这个长辈呢，都会把这个艾草哈，就是真正那个草的地里长的野草，对，哎，弄来之后编成辫子，就是挂在这个门前头绕一圈儿。窗户上也绕一圈哈，对，那还有呢，经常用它熬水喝，就是避这些邪气，避这个那种瘟疫，对，这个全中国我不知道外国怎么样，全中国都是如此。是，我觉得是在韩国、日本这个时候也要吃这个东西，也是类似于青团呐，熬这个水喝呀哈，来避这个邪气，非常的重要。对，哎，所以我们有些禅堂呢，就会来做这个艾草香包。对，艾草的这种有的也很少有香包哈，就有香包啊，有这个青团食物哈，对，真是非常好的哈。是，对，你像温哥华禅堂，他们还会在适当的会准备一点对你人体健康更好的这样的饮料哈，就是我们提供的中药小配方的哈，也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期待。所以像这个新加坡禅堂哈，真是做得好。对，哎，很多的疑难杂症到了那儿修一修就好了。是，哎，有些你看前头那位老奶奶80来岁了，对不对？是。
就是在新加坡啊，光在网上学了一下八卦内功，是他那个长期失眠就好了，厉害吧？对，然后腿痛什么也都好了，哎，走路有风啊。很多种就是这个疑难杂症哈，到了新加坡禅堂哈，就是一次共修或者3、5次去做义工就好了。对啊，那个新加坡禅堂加持力很强，而且他那边佛宝又特别多，所以这个加持力特别的大啊。对，新加坡人跟师父特有缘。关键是他们这个新加坡的这些主管弟子们啊，他心正啊，用心呐，发心正，发出那个真正的菩提心来利益众生哈。对对对。其实他的背后就是佛光普照，说你看到他，你的病就好了一半了，就是真的，这真有这个可能，是的。对，他们帮了那么多人，他们可欢喜了。对啊，是，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来到新加坡禅堂，你的病就全好了。收到，一定是这样。这是我们希望的哈。对，哎，你看超度你那个祖宗啊、亲人呐，到新加坡禅堂去点个灯超度，立刻往生极乐世界。哎呀，太棒了，好的，师父。所以新加坡的网友哈，赶紧的到新加坡菩提禅堂参加共修、参加活动。对，好，师父呢再带来一个马来西亚甲洞禅堂的故事，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师父好，我叫丽雅，今年61岁，来自马来西亚甲洞。结婚后呢，我陆续怀上了4个孩子，老大和老幺都顺利出生。可惜的是，中间的2个孩子呢，因为胎儿心跳太弱，不到3个月就流产了。当时我是很伤心，也很无奈，心想也许这2个孩子跟我无缘吧。于是我只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2个在世的儿子身上。然而最小的孩子出生1年以后，我的身体突然出了问题，腰腿开始剧痛，走200米腿就疼得受不了，必须停下来休息，站10分钟腰又疼得受不了，还得找个椅子靠着，坐下不到半小时又痛到坐不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痛苦死了。晚上睡觉更是折磨，我的卧室在2楼，但是腿痛得厉害呀，都走不上去，只能手脚并用的爬上去。上了床呢，也要不断的换姿势，有的时候只能半躺半坐着睡，最严重的时候一晚最多只能睡2、3个小时。为了治疗，我四处求医，看了中医、西医、针灸，一开始有点效果，可没多久疼痛又卷土重来，让我几乎崩溃。更奇怪的是啊，我偶尔会梦到一男一女2个小孩在我家床上蹦蹦跳跳。当时的我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只觉得是个无聊的梦。2010年，我先生的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他有阴阳眼，看着我突然说：“你身边跟着2个婴灵。”我愣住了。先生的朋友告诉我，这2个婴灵啊，一直都在我身边，可能需要为他们烧一些衣服、纸钱。我半信半疑，最终还是照做了，却也没有什么作用，身体依然很疼痛。那2个孩子的身影也依然在梦中出现。直到2015年，我到了菩提禅修，参加了菩提禅修8天健身班，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在健身班上，我听到金菩提宗师的开示，才明白婴灵太小，不知道去哪儿，就会一直跟着妈妈。他们无法出生，心生怨恨，还会报复妈妈，甚至影响妈妈的健康。听到这里，我眼泪止不住的流。原来这2个孩子竟然一直在我身边徘徊，无法投胎，也没有被超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总梦见那2个孩子，为什么我的腰腿痛怎么治也治不好。幸好金菩提宗师教了我化解的方法。第一步，真心忏悔。我跪在佛前，向2个孩子深深忏悔，祈求他们的原谅。第二步，为他们多做功德。我承诺每年都为他们点全年的超荐灯，也会念佛回向给他们，祈请佛菩萨接引他们去好的地方。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梦到2个孩子了，而我的腰腿痛也奇迹般的消失了。一晃9年过去了，直到2024年3月清明节前，一场可怕的梦再次让我冷汗直流。
那天呢，我走完八卦感觉到累，就躺在沙发上休息，没多久就睡着了。突然梦中我看到2个黑影正在用力推着我躺着的沙发，沙发被推得不停地旋转。我心里顿时一阵恐惧，想要呼救，我喊大儿子快来，没人回应，又喊小儿子，还是没人理我。就在那一瞬间，我猛然惊醒，全身冷汗直流。这一刻我突然想起，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忘了做呀？我就仔细的回想，2024年我是犯太岁，年初呢就赶紧就为自己点了这个安太岁的灯，哎呀，竟然忘了给2个婴灵点超荐灯了。难道这2个孩子是来提醒我的吗？我不敢再耽误，立刻打电话到甲洞禅堂为我的2个婴灵点灯。神奇的是，刚办好点灯手续，我的疲倦感瞬间消失了。后来一直到目前，再也没有梦见这2个小孩子了。今年的新年呢，我也再次为他们点灯，并为他们做了一份大供养，回向给他们。我深深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感恩师父的护佑，让我终于有机会化解这段因果，让2个孩子真正得到超度，而我也终于能够重获健康，安心生活。哇，这个有点神奇啊！对，这好有画面感哦。他都梦见那2个婴灵给他推着沙发这样旋转着。对对，他这个故事因为有一段时间了哈，这个时间经历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出现了腰腿痛啊，对。然后有个阴阳眼的朋友看到了，说有个婴灵，2个婴灵一直跟在你身边。他确实有2次流产过。对，不是他自己也看到那个在他的床上跳嘛？对，那2个小孩子，对不对？对。但实际上是这个人间是没有的，他看到2个小孩子的这个影像哈，他跳。对。所以就说明这个婴灵确实是存在的，至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健康上的困扰。这婴灵好像一直跟着他一样，就是对，因为没有得到超度嘛，因为他也听了师父的讲解，也懂了哈。师姐还是挺好的，说我每年为你们发誓了，每年为你们做功德，给你们点灯啊。结果呢，9年下来了，都太平无事。对，我猜想哈，师姐肯定想着这2个婴灵已经被超度了，已经不在他身边了。结果呢，他就是去年2024年嘛，忘了给2个婴灵点灯了，结果2个婴灵在梦中又出现了。而且是以2个黑影的形式，把他睡的那个沙发推着转哦。哇！然后给师姐吓死了，是吓死了。他忘了，他那一年忘了给他们做。对，是不是婴灵想提醒他？就妈妈今天没给我们。所以这块我就想问师父了，因为他前面他连续给婴灵点灯点了9年啊，他也没有感受到什么腰腿痛这些不好的现象了哈。所以我猜想他也以为被超度了，可是实际上他好像这2个婴灵没有被超度走，是吧？我觉得呢，怎么又回来了呢？首先呢，说这个婴灵哈，没有转世为人，没有转世为畜生，他可能还是在阴间。对，有些比如到了天国哈，超度上去之后，对，但是因为他的罪业的问题，或者到那边又犯了一些问题，又被罚下来，就短时间又回来了。9年了嘛？对呀，9年又回来了。也有这种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对。回来了之后呢，就像有很多不去工作的傻小子一样，对不对？他也找什么人？找父母去要钱。你得给我钱花。啃老。对吧？啃老，我就不工作，找个理由我就工作不了。谁让你那个时候让我流产了？没有成为人呢，是吧？给我钱，来吓唬你。吓唬你之后呢，你那个要给他烧钱嘛。对。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冲这个来的。这个也是奇怪，所以这个师姐也是她这个师姐也是挺有灵性的哈。对。所以她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她就说我年年都得为你们点灯做功德，对。所以她还真的她要一直要做下去。就像清明节的祭祀一样哈。那通常从华人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能说服别人说我这个隔有几年我再祭祀一次，好不好？
而是不好的。不好，对。比如说你今年清明节没祭祀，可能就在今年你就可能出一些不顺利的，或者是得病的事情，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哈。但是我提醒网友朋友别冒这个险哈，那个烧点纸花不了多少钱，就是说你这个冒这个险就不知道让你会发生什么样的麻烦。对，可能我们凡人也很难看到这些祖先啊、英灵啊，他有没有真正就是得到解脱。对，他就是得到解脱和你对他的怀念祭祀，这是不是相等的一个关系？就是他得到解脱了，我们也要怀念祭祀，也要再给他做功德。要怀念他，就是给他该烧纸钱烧纸钱，该点灯点灯。这样比较好一些。就刚才师父解释的那个，我觉得还挺启发我的。就是说，可能这2个英灵哈，就通过师姐的点灯，他已经上去了。对。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又降回来了。是犯了什么事儿给打下来了。对，所以我们不能停啊，这个功德不能停。对，他再回来了，我们再给他上去呗，再求佛菩萨再给带上去嘛，哈。对，所以要这样。因为就怕这个阴灵，因为他和你之间是有血肉的关系，对不对？是呀。他这暴怒之后说带妈妈走呢。哎，就是你腰腿痛，你可以不在乎。对。我买膏药，我想方设法止痛，对不对？对，如果对方发怒呢？会发生什么？又是不一定。对现在的家庭就不好。哎，师父，那就现在说到，就是说这个往生的这个亲人或者英灵对我们的影响哈。对。那反过来说，我们在人世间，比如说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或者什么样，会不会对他们也影响？他们也会降级呀？应该是。哦。它是两面的，它就像连着一个电话线一样。它是有连接性的。对，你在这面好。就是吉祥的哈，对，他那边也吉祥啊，对，或者他在那边好呢，你这边也吉祥，但是他的那边不好呢，你这边也不吉祥，那你在人世间你的行为是犯罪不好的话呢，对那边的这个亲人也是不好的，所以你看那利亚师姐也是这样，那她就应该多做功德，哎，就是要去帮人呐，这样子哈，把自己这个功德回向给2个孩子啊，这样的就是他也好，妈妈也好，这个英灵也好，一家人也好。是，还有时候你容易出现这样的和英灵啊或者一些灵魂相关的这种沟通比较多的话呢，就是你的身体体质哈，对，可能是阴气稍重一点的人啊，就是阳气少、阴气重的人，也容易沟通这样的事情。是啊，不是说因为你阴气你就出现了幻觉，这个不是幻觉，是真实发生的一种沟通。只是你的体质会偏阴性一些。那阴性体质的人呢，你像在中国南方地区呢，就容易成为乩童啊，传达神谕啊，或者是说替这个去世的亡灵哈传达讯息的，这都有的。对，甚至具有阴阳眼。对，具有阴阳眼的人是没有阳刚之气的，他缺少那个阳气。所以这个有些阴灵的这样的生命是通过这样阳气弱、阴气重、容易沟通嘛，来传达一些什么讯息？对，对，对。现在师姐遇到这个问题呢，这是她自己的孩子，对，这种呢，唯有多做功德，是吧？每年呢给他有个祭祀，还是比较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么也送丽雅一个礼物吧。好，好，我们送丽雅呢一颗天珠哈，对，非常漂亮哈，希望呢能给你带来能够护身，一般的邪灵不会靠近你，哎，你佩戴上之后呢，就会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得到能量的护持哈。那说到这个天珠，师父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个呀，也是一个不像这样传统的这样的天珠，这个很神奇的是，对，也很少见。这是天然的。天然的，对啊，3只眼。对，它就长成这样子。对，就会能量会更强。能量会更强。对，而且这个还比较古老哈。是。对。像我们普通天珠这个图案呢，它是像刚才拿那个天珠，就是我们常见的天珠。几珠啊，几个珠，几个眼呐，或者是天地珠啊等等的。像这些天珠呢，也都是挺好啊，就是镶了银，
像这个银呢，希望它更通灵的意思啊。是。对，那这些图案呢，是人通过某种技术哈，把它给制造出来的。但是通常这种天珠的原料呢，就是玛瑙，某种比较材质比较好的玛瑙啊，把它制作成这样的图案啊。那么上头这个他要的就是那个圆圈，就像个眼睛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图案啊。所以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往下延续，一直往中东的方向哈，对，再到西藏啊、尼泊尔地区，很多人就比较相信这个，它不是一个佛教的产物，它是个整个大地区的一种民间的信仰。说这个希望画这个眼睛圆圆的呢，就代表着巨大能量的，像一个超级护法神一样啊。然后我侧面的护法神一样哈，像马头明王哈，就它是一种凶恶相，来干嘛呢？来把那个邪恶的邪气邪灵给赶走的意思。尤其是很多孩子睡不好觉，就是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暴力型的这个能量的这个神的形象，或者就去瞪着那个眼珠子，把这个邪恶给吓跑了。是这个寓意。所以呢，像这样的天珠呢，这个图案，这个眼睛呢，是人通过某种技术给制造的。那像我和觉真今天戴的这个3眼天珠，它是天生的、天然的。对对对，它是个天生的东西。能量更强，能量不一样，还就是为了辟邪了。对。所以戴上它之后呢，就一般的邪气邪灵自然就被吓跑了。对，就是这样。感恩师父的讲解。好，对。好的，那我们也给马来西亚吉隆坡甲洞附近的这些网友们啊，介绍一下我们菩提禅修甲洞禅堂在清明期间的这个课程还有活动。那么4月1号到3号呢，每天的早上11点到下午1点，还有晚上7点到9点。都有祭祖念佛共修的活动啊，在这个期间哈，我们今天听到直播的网友们真的是要一家人呢，都到这个禅堂去为我们往生的亲人、祖先啊，还有如果有英灵的哈、有冤亲债主的哈，好好为他们念佛啊，做功德啊，供灯啊，这样上牌位啊。那4月4号呢，清明正日子呢，早上11点到1点啊，那就是这个清明正日子的这个念佛。这个活动，那么接下来呢，4月5号到12号有8天的健身班。刚才我们不是听到这个丽亚师姐她介绍，在健身班上她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啊。这个健身班是我们菩提禅修效果最好的班啊。你听到的是健身，但是你要去体验啊，它是什么意思？真是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8天的时间啊。那么再接下来4月19号到25号有7天的减压班，减压班就是半天的班啊，比较方便这种上班人群呐，或者是全职妈妈呀这样的啊，抽出我们半天的时间去减压啊，增强能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甲洞禅堂的信息也请网友们来截个屏啊，打电话去咨询一下。要想获得健康长寿快乐哈，就去甲洞禅堂去参加我们的禅修班哈，能就更早更快的获得健康和快乐。对，感恩师父。师父，是不是网友们也在贴一些这个托梦啊，讲这个灵魂的故事啊，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幸福的鱼说：“师父好，我也想分享一个托梦的故事。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去世后不久，给他的爸爸托梦说。”遗物中呢有一件绿色的大衣，不要烧掉，因为这件衣服左侧的口袋里有500块钱。对，说你拿出来200呢给孙女儿，还有300呢给另一个外孙啊。然后梦里呢，这个朋友的爸爸还问他，还跟他对话，说我们还有一个孙女儿啊，你怎么不分给这个孙女儿钱呀？往生的妈妈梦里说，因为这个孙女儿在住院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去探望过我啊。结果家人呢，在这个遗物中还果然发现有一个绿色的大衣，而且口袋里还真是有500块钱。这个很神，对，灵魂来，真是精打细算的灵魂呐，厉害，会计出身呐，真是对啊，对。
还有一个那个网友也是说，他说他妈妈经常梦到过世的亲人要带他走啊，结果就是这个妈妈就经常的生病，身体特别的不好。所以阴阳两界就是过于的沟通，其实对我们活着的人，就是还是有一点伤害的啊。对，是啊，真是，还要感恩祝福呢。在这个上头给点钱是打赏啊，这是一种什么？这个是那个是叫啥呀？超级留言，超级留言哈，还有那个点赞，对，来支持我们网络弘法的网友们。好，希望这个金红学哈，希望你的愿望哈早日实现，佛光普照你哈。收到，感恩师父。还有善人哈，善人，还有这个黄延南，希望你如意吉祥哈，梦想成真。还有我再找不到了。这个黄延南有一个。黄延南哈，祝福黄延南健康长寿，实现你的美好愿望。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那说到这个英灵啊，还有一个故事想给师父分享。这个也是来自马来西亚芙蓉禅堂。这个网友叫美惠啊，她今年64岁。她说：“我曾经有过2次堕胎的经历。1996年，我因为子宫外孕，我只能堕胎，这是我第1次堕胎。过了几年后，我又怀孕了，却因为胃癌复发，医生担心癌细胞会遗传给我的孩子，劝我要堕胎，于是我又再一次堕胎了。接下来每年的清明节和盂兰盆节，我都知道要为2个没机会见面的孩子点灯。到2024年的清明节期间，我就到芙蓉禅堂参加了7天的清明念佛祈福共修和为堕胎婴灵折莲花的活动。当时我用2张仅有2寸的纸折了2朵莲花，有1朵是红色的，1朵是蓝色的。折完之后，我就将纸莲花放在我身边，并跪在地上念佛。在念佛的过程中呢，我牵挂着2个没有缘分的孩子，越念越有感触，边念边忏悔。这时候我在朦胧中看到眼前出现了2朵大约3-4尺宽的莲花，1朵是红色的，1朵是蓝色的。红色的莲花上坐着一个7-8岁的小女孩，而蓝色莲花上则坐着一个3-4岁的小男孩。这2朵莲花一直在旋转着，并慢慢地升起来。2个孩子看着我笑得很开心，像在游乐场玩耍一样。我就看着莲花一直在向左旋转上升，最后停在了地藏王菩萨的面前。这段经历真的十分的神奇。我相信红蓝莲花上的孩子就是我2个没有缘分见过面的小孩，看到他们都那么开心，我既感动又很欣慰。非常感恩佛菩萨与净菩提宗师的慈悲加持，感恩师父的慈悲护佑。真的很好，对，这好吉祥哦，这个景象。对，他那个特别有画面感哈。他折的是小小的莲花，因为他很真心念佛呀。结果他看到哇，3-4尺那么大的莲花在旋转着，还飞起来，对，上面带着他2个小孩，还到地藏王菩萨面前。想问师父，就是他这种就是有点像念佛过程中，有点像禅境中看到的这个景象哈，对，是真的吗？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对，就是这个真假，因为他看的哈，但他描述那个场景呢，我觉得就是超越人普通看事情的另外一个真实性。就另外的一种真实。我为啥讲这个另外的真实呢？可能别人坐在旁边并没看见。对对，这个时候只有他自己看见，也展示给他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对是这样的。你像那个有些，比如说，就是家里有老人要去世哈，对，守在这个床前哈，有时候能看到呢，就是一道光。对对对，将这个老人笼罩住了。是的。最后老人就咽气走了。对对对。但是之后就很吉祥。比如四肢柔软呐，老人家这个面目非常喜悦祥和哈。这就是神佛接走的样子。是。那么再有一种呢，反回来说就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表情哈。这个状态就是临走的时候，第一个，他在人间有很多的不舍。有烦心事障碍住了他。
这个障碍住他之后呢，就是容易错过佛菩萨对他的接引。对，但是最后得寿数到了也得走呀。最后不得已是引来的是黑白无常的他带走。那这个过程就比较痛苦。对，哎，对，这样。这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往往在他的亲人哈，或者有点通灵的人在他跟前看的时候，就觉得某些场面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他们看到或感受到。是。哎呀，我想到我自己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他妹妹哈，真是就是那么年轻，40出头就走了。对，当时病重很严重，非常受折磨。在病床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就是他姐姐嘛，就姐姐照顾这个妹妹，非常痛苦。然后这妹妹就跟姐姐说：“哎呀，姐，你看那儿有2个黑影，就是这样的，就2个黑影要来带她走了。姐姐看不见，就是这个妹妹临终的时候她看得见。然后姐姐就跟我说嘛，我说赶紧在菩提禅堂点灯哈，给妹妹点灯，就点了灯啊，点了49天的灯。然后妹妹就是又过了几天，然后跟姐姐说：姐，我看见菩萨了，就笑了。这好吉祥，走的就比较安详。对，哇，真是都是他自己能看到，而且会变化。他不管中国人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哈，如果尤其是你那个身体就不行了，临终的时候哈，都会看到超越人间的那种场景。那么第一个容易看到就是你的前世，不是前世，你已经走了的那些祖先类的，甚至你没见过的爷爷奶奶哈、曾祖父那些都会出现。是，你能认出来，你自己知道，这是曾祖父来了，爷爷来了，甚至是说，如果父母亲有一方走了的话，也来看你，来接你，哎，你不是害怕的，所以就是有些人，今天大家不是有个手机哈，对，就有些人就是。所以有些亲人临终前就拍下来，有些画面又有意思，有点吓人，我在看那个有一个中国山东的一个小伙子，我看那样子有30多岁，不知道什么病要走了，他父母亲在跟前伺候着他，他就这么坐起来说来了，就这样来了，我还看了好几遍，我倒不怕这个来了，对，你看那个可能是咱的大爷。大白能认出来，大爷来了，他说的都是往生的，那个是爷爷，还二爷爷，二奶奶也来了，哎呦，就这一个个的数啊，他妈呢就啥都不懂，就好像不学无术个女人，你说啥呀？我们怎么看不见呢？就一直说，他爸就懂得，就捂着脸就哭，哇哇的哭，知道要走了，因为都看见了，他爸送行过很多要走的人嘛，因为岁数大了，真难过。可是这个是儿子，这个时候临终前看到一些，对，谁要正常得病走都是看到，除非突然撞车来不及说，就看见看不见没法见证哈。是正常要慢慢有一个挣扎离开的这个时间这个过程的话，都会看，不管哪国人，看到都是已经你的去世的亲戚来接你。但是如果你有信仰，对，像我们是信佛的哈，对，尤其是信药师佛，那药师佛说呢，凡是相信我的人哈，你这一生如果你要人世间临终，你的寿命到了的时候，我和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还有12大将一起来接你。他说到做到。你要真相信，就真来接你。就是这样。到时候你看到的，除了给亲人告别之外，你看到就是佛菩萨来接你。是这样子。哎，这个真灵。那我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就我家一个长辈哈，对，我们是学佛的嘛，但这个长辈他是信基督的然后就是10多年前了，他去世的时候，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正好在我们的禅堂里，哎呀，就在药师佛前，我就是为他念佛呀，念佛点灯，对我也是很真诚的念佛哈。很有意思啊！我先宣布哈，会有意思的事会发生，对不对？到底是耶稣来呢，还是佛来哈？对，说对，我就在那个药师佛前，就非常真诚的在那儿念佛，对。然后我也祈请佛菩萨把他带走哈，对，去到好的地方嘛。
然后呢，我就是也是在念佛的过程之中，我就是看到，就他家，因为我去过他家嘛，他家那个附近有一片橡树林啊。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就往橡树林里边走，走着走着呢，就天上歘一道白光下来，就把他笼罩了，然后他就随着光就上去就不见了。我当时心里就说，他去天堂了，就是我心里就有一个这个意念，他去天堂了。然后我就搓搓手，就正常回来了。然后我看着那个药师佛像，我想。药师佛咋没把他接到东方琉璃世界呢？他怎么去了这个基督的天堂了呢？对，就我自己人的思维还这样在，还问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是他心中的愿望要到天堂。是的，他是到耶稣所说的天堂，对不对？他心中某个期望嘛，是这样的。所以你给他念佛有好处对，这保佑着他能够顺利的上天堂。是的，有好处。对，我的心也很安。对，所以呢，如果他信佛的话呢，对我们给他祝福呢，那时候就得到佛菩萨来接引他。是。对，他是全身冒着香味儿啊。那我又想起一个故事来，就是我们纽约禅堂。我以前在纽约禅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师姐，也是很悲惨，就她的小孩子才几个月呀，叫奶奶看护的，可能有点粗心，结果刚会翻身，翻不回来，小孩子，结果就闷死了。那师姐，还有这个他家师兄，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哭惨了，在禅堂里，这个师姐嚎啕大哭。不是这么着死的，我第一次听说呀。非常惨，对。然后又是亲人，你说对奶奶，你说什么命也没了嘛，孩子的命，对不对？那师姐哭个泪人一样的，嚎啕大哭。那个师兄呢，就小孩这个爸爸，男儿有泪不轻弹，一直在那儿流泪啊，真那个可怜。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正好就是有这个祈福共修，就赶紧说我们一起都为你念佛好好念佛，就超度这个孩子让他去到好的地方。我们也是念那个药师佛心咒嘛，在禅堂里，对，念了挺长时间的，后来我就也是有一个景象，对，就看到佛的一只大手，就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个小孩子穿着红肚兜嘚儿就跳到那个佛的手掌心了。对，然后就佛的手就这样接走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师兄师姐就讲，我说我看到了这一幕，哇！然后师姐就破涕为笑，她说：“是红肚兜，就是这样子的。”哇，就跟那儿爸爸，孩子爸爸，我们的孩子被接走了，哇！真的很开心。现在这个师姐她。又有了3个孩子，都是很活泼健康的。哇，真好。所以真是看到的是真的。是。我们禅堂可灵了。是。就是很多内容对。这个大家会受到很多这种感应是。对，尤其是临终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在这种清明节来的时候到禅堂呢点灯来为这个亲人和祖先呢来进行有这样一个超度祭祀的活动的话呢，对你的亲人一定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对，那师姐那师傅，我们先给这个美惠师姐送个礼物吧。好，讲的都开心了。好，漂亮啊！车磲的。砗磲108颗的念珠，这个配的太漂亮了对。带上这个就能通灵通灵。还能安神安神镇静辟邪。对，辟邪还美容。还降血压。对，它就和珍珠很类似的这样的但是综合能量比珍珠还强。对，希望这个美惠呢能得到健康、快乐。智慧，谢谢你。收到，感恩师父。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故事首先我们我相信网友们会相信灵魂是存在的，而且灵魂会有它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我们还进行着沟通。是的，其实有的人是每天都有的。那么清明时节就这个时间。它就是灵魂跟我们沟通的更顺畅，对不对？密切，更密切，对。
所以也是我们祭祖孝亲啊、追思的一个好的那个时间啊，所以一定要给亲人来立牌位、点灯、做功德。是，这很重要，很重要。对，因为就是讲到这个标题，就是因为祖先更好啊，逝去的亲人更好啊，那我们也更好。对。那也给网友们介绍，就是相信今天大家听了那么多故事，也知道就是要为祖先啊，要为往生亲人做功德的这个重要性。对，那有禅堂的都会到禅堂去嘛，哈。是，对，那做莲位啊。对，还能在哪里做呢？是，那非常感恩师父，就是也是想给大家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做功德的机会。我们现在在菩提禅修网站上呢，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已经开启了2025清明超荐灯的这个功德项目。对，然后这一次呢，师父也是非常慈悲，希望大家有机会做功德，所以每一盏灯，一位往生者的灯，它就是6块钱。非常非常优惠，6块钱美金的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是有需求的呀，就是也可以多点，就是想起你很多很多的祖先啊，就为他们多做这一份功德。那个别有需求的也可以为他们多点几份，比方说给他点7份啊，14份啊，21份这样子的，就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就是佛菩萨的和师父的加持。那同时呢，如果是为历代祖先啊、累世父母、冤亲债主点灯啊，就是可以一起点现在的价格是28块。我们到那个学院网站上呢，只要选上这个清明超荐灯，就会直接跳到那个页面上，就可以做这个的选项。就是对，然后如果是想为英灵点灯呢，就是1盏38块，就是希望英灵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接引跟超度，然后早日投胎转世成富贵的人家。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启了这个报名。那你现在报名，我们现在就为你上灯。那这个灯一直会点到4月5号，就是清明节过后。对，然后所以我们早一点报名呢，这个灯的点的时间就更长。时间长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种功德的能量？就传递给祖先，就传递的更强，对不对？是，就好像打电话一样哈 ，Hello， 你好，拜拜，和哎呀，我在唠家常啊，我给你什么什么好东西啊什么的，讲的更多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就比你举例子要强多了。好的，师父那佛菩萨佛光加持护佑啊，和2个人聊天不一样啊。对，就早一点点，让他们早一点收到早一点得到佛得到救度，对，得到救度。对，也非常感恩师父给大家这个机会。太好了啊！对，刚才我看那个就是师父给大家就是这个礼物的时候哈，总是要说这些礼物是辟邪的。对。那清明节这个期间哈，师父很强调这个辟邪啊，是这个时间容易撞邪吗？因为刚才讲我们的祖先也好，我们的亲人也好，其实还都是给我们捎个信儿，还是不会害我们呀。那这个辟邪是辟的什么邪呢？师父？是综合的邪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一个是还有就是没人管的这个没人领的这个灵魂。孤魂野鬼。它本身就在这个世界上。对，还有很多战争被打死的这些冤魂哈，也没有人去解脱它。所以有一些国家有信仰，还为他们这个去世的这些亡灵去超度哈。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死了一群兵啊，找个地方埋了算了，就是。对，从古代到现在，这样的应该说孤魂野鬼多着呢。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日子祭祀的日子哈，就有一些这个灵魂，它是就是好像被激活一样哈，它就来到这个与人相关的这个世界上，会弄出这些事儿来。比如你身体差呀，和他之前有过节哈，就是他就可能来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来了。你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像在美国那个师姐，洛杉矶有个师姐，他去那个他父亲那个墓地，对，结果他那个车哈，他弄方向盘刹车都没用，不听使唤了，就像自己在开着跑，来回撞。就差点撞死，而且就是他明明往前开，结果车倒着走，倒着跑，吓死了。这个车失控的。对，那谁控制了呢？那
那只能说那个东西。哎呦，那是啥不知道。但是保证不是他的往生亲人。是别的，因为他去的那个坟哈，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坟。公墓嘛。对。你像在过去，你像在那个乡下哈。对。有些人去厕所，结果旁边都是平地嘛哈。真的有坟包，又有大树，有坟通常都会种树哈。那也能遮挡一下，尤其是女士上个厕所，在个坟的后头，就很多就中邪了。他那个说话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哎呦，知道吗？上身了。对，那些装的话，你装不出来，是另外一个人的个性。甚至另外一个人的口音，还说出另外这个人家的一个秘密，别人不知道。对，所以这个中邪、这个撞邪这件事儿，就是时时都会发生，尤其是在这个期间。那了解了。那这个中邪就对这个人来讲的话，肯定一个是健康上受到损伤而且刚才一开始也讲了，可能到最后就连神智都会受到损伤了。是危险，不是一般损伤。轻微的哈，撞了次邪之后，好不容易给弄醒了之后呢，他基本上还能恢复生活。我们说严重的，对严重的有些几天就死了，还有呢就变成对精神病，精神分裂了。哎呦！还有呢就是痴呆，这啥也干不了，你要养他一辈子。你变成是不得不让他啃老啊，他啥都干不了。对呀。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工作，更不能结婚，也更不能生子。所以我们可真是要预防着哈，就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清明时节一定要有辟邪的宝物，对，带到身上。所以这个邪气上身挺严重的个事。挺严重。无论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呢？给它一个定义哈。但是这个现象本身，我们在生活在社会上周围常见到这种中邪的现象，而且危害很大。危害很大。一般医生也解不了。对。治不了。对。中邪分很多种类了哈，很多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是天天处在被中邪的状态，有的是1个月来一次，1个月邪气来了。你读《西游记》那个故事的话，说比如说牛魔王，对，说今天我们去北山巡视一圈，就北边是你嘛，就到你的身上来了。牛魔王开始说话。你们1个月以后说，我到南边去溜达一下。大王带我去巡山。对，南边那个人就要受苦了。哇！他就附体了，他那一套又出来了，就怕这个。对，所以这个说起来其实令人有点毛骨悚然哈。但是事实上这个事情都在发生之中，只是大家出于面子，所以说今天我们读的都是科学。现在某州政治家说这个是迷信，所以就是大家说一边受着苦，还一边不敢多说，但是悄悄地请着各种的世外高人去给他解决这问题。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就真是这个时候阴气重哈，鬼魂容易出来。我们说的都是病症的哈。其实呢，如果除了病症之外，还会影响什么呢？各种的福气运气，比如财运。对，我之前看过几个人哈，有的在电视上名人嘛，我一看到完了，他父亲要死了，就他脸上出现某种痕迹，我不能暴露哈，结果有些小道消息说某那个奔丧父亲突然间去世，突然中风去世，现在中风的比较多哈，就是这样，还有的就是说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他可能要出问题了。就他的之后的行为是超越所有人想象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精神病行为。还有些人老板说别喊了，他要倒霉了，对他身上就出现邪气的那个某种东西，就是额头那个一片灰的气就在额头印堂的正中那里那一团出来了，就是他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住他的财富，都是几个亿财富的人，或者是生命都不保。对，甚至生命都保不住。对，那么结果一般都会说住。是的。当你脸上出现这些信号之后，人就完了，财富也没了，就是这样。觉真不是咱们一起不是也议论过几个人这样的吗？哈，都很熟悉的人说他就要出问题，就果然就出来了，是吧？真的非常大的对问题。就是他的家庭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从大富大贵就走向就人人喊打，家破人亡，对，妻离子散，
对，能活小命就不错了。没错，对，就是这个严重的就是这样子。是那个邪气冲天了，在他家来说，这早说的不听啊，我劝过不听啊，劝不住。对呀，贪心太重嘛。对啊，所以这也是他的缘分吧，哈。所以呢，说这个邪气上身之后，能影响很多的事物，几乎影响你一生，就完了。所以这个辟邪呢，就是从外在来讲呢，有这些辟邪的宝物哈，护身一定要带在身体上。内在来讲的话，还是要自己要积德行善，多做功德。对。别有这些邪念啊，这一些的。对。对。因为清明时节这一段期间，我们不是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真是有点要断魂这样，对，阴森森的感觉。对啊，古人写是为啥说要欲断魂？对呀，这个描述很妙吧，哈。对呀，对，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真的祭祀亲人呢，自己也要护身哈。所以这些菩提禅修的这些法宝啊，家中必备啊。对，像我们有些禅堂呢，都会。在这个节日哈，他们做法会期间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加持啊，还有车上哈，对，熏车加持哈，出入平安的。因为今天当家都要开个车，要么就坐车哈，对，那个车辆要安全呐，人才坐车的时候安全的，啊，还有身上要佩戴一些吉祥的法物哈。那通常在佛教所认为的，就是这样的，凡是大师傅用过的或刻意加持过的，都是可以辟邪的。其实我们从西方来看的话，一些那些我们称呼不同哈，那些大的神父哈，那些有些那种他们那个门派的修行者哈，他也是很有法力的，一样也能帮助人的哈。他用的这个东西，那个磁场都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成为辟邪的宝物，比如师父用过的念珠、加持过的念珠，对啊，还有最直白的像一个兵器一样的，像金刚诀、金刚杵，这个在藏传佛教中的法物哈，说这个是直白的，古代的时候它就神圣的这种法器，它有战胜邪魔哈，突破障碍的这样的法器，就是能够辟邪哈。对，再就是一些香料，刚才我们讲到沉香、檀香，啊，那还有呢，就是特别搭配的一些藏香。藏香，对，它里面都是进行搭配过之后，一定会产生辟邪、避这个瘟疫的这个气的这种香料哈。是。点了之后呢，味道你不一定受得了，但是避开邪气就好了。对，就是这样哈。也镇静安神。再就有很多的树木类的、石头类的，你像树木类的小叶紫檀。它那个你要泡了水往下一抹的话，就像血一样，红色。这个东西啊，它是1000年才长成材哈，对，长得非常慢，就是神树。对，就这个东西本来就通灵，就辟邪。你身上带一个雕刻品的哈，或者带一个珠子，都是很起作用。再说沉香、檀香类哈，还有台湾那个快木，对，也是挺好的哈，非常好。对。再就是说像玉石的，对玉石的也是比较护佑的哈，对，再像佛经里讲过的，像这个经书，佛经里讲过的不是经书，是像砗磲、玛瑙，对，砗磲，老砗磲不是现在的贝壳，是很古典的，应该是至少1亿年前的那个是古生物化石，做成的这个珠宝和雕刻品，它本身就有一个保护人的护佑的这个作用力啊，对，像还有前面咱们讲了很多次的，像绿松石，是，对，这个通灵护佑，对。还有真正的这个红宝石，红宝石尤其是破血光之灾哦。对，红宝石，还有上好的蓝宝石，还有特别蓝的那个托巴石哈，它都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对。还有蓝玉髓。对，蓝玉髓还有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天珠天珠，对。像这个天珠呢，其实说师父可以把这种祝福、这种加持的能量呢，
可以赋予在很多物体上头，都是可以的。所以天珠的加持力呢，是指在古代的这个天珠带到现在，因为经常在念经、念佛号、诵咒语，还有一些法师经过，比如说100-200年天珠吧，这个比如说几年就得到法师祝福一次、加持一次，就它就成了一个神秘的宝物了，所以它就会变得，它这个辟邪能力就比较强。所以市场上呢，就把这个老天珠炒的也是特别的贵，天价，现在几乎买不到，很贵的钱几乎买不到。像我们这个天珠呢，像这个天珠都是新天珠啊，对，那我们做一个加持给它，也能够起作用哈。是的，再更大一点的宝物呢，像你看我身旁的马头明王的这个神像哈，对，像你那个地方不太干净哈，不太安全的，就供奉上它，是吧？每个礼拜上个香就可以了，上点贡品哈，那给你呢镇宅呀，对呀，镇住这个一方的这个土地都哈，对，关于让你家庭呢就是祥和顺利，健康自在，这个是最重要的。对，百邪不侵。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神像哈，对，其实你一个公司行号也能给你镇住。对，你看这个威风凛凛。对，所以是做生意的人呢，你这一年的出入少赚1000万，多赚1000万，这个就是在一刹那之间的顺意不顺嘛。你顺利了之后，这个生意就好了。那不顺的时候，钱也没赚，关键身体健康也没了。对，漏财漏的也很快呀。对，漏财漏福，漏了命就更麻烦哈。是的。对，所以这些佛宝都是这个镇宅、避祸、消灾，保平安的。对对对，所以像今天我给大家还推荐的呢，像这样的老的超过200年的老的玉香炉哈，这好难得哦。对，像这个玉香炉呢，它是这个老的和天玉中的碧玉，这用这个手电一照它是透光的哈，对，它是透光的，所以是非常好。这个还有就是家庭家族兴旺，对，家宅鼎盛，对，家宅鼎盛，意味着什么呢？兴旺发达，子孙繁盛的意思。对，我说过无数次的一个现象，在3000年前呢，这中国整个社会上有个传说，家有九鼎者得天下。对，所以当时呢，像在很长一段时间哈，有近700年历史的，像这个西周周朝，他的这个王宫院里绑了7个铜鼎，就是9个铜鼎，9个铜鼎，这是真实的哈。对，所以他就是统治天下。后来呢，就因为这种故事哈，大家都想方设法去铸造古铜鼎，就是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将来哈，能够有巨大的权利，对，丰盛的这个财富，对，是这样，能成为一个有权利的人。所以后来做各种的炉香炉来代表那个九鼎得天下的这个意思这种炉。对，这个其实那个鼎呢也是炉那今天这个做香炉呢也是那个鼎，对，它这个炉和鼎是分不清的。对，所以这个有大约200年的历史哈。对，应该是乾隆时期的作品的。哇，真好。对，所以这个在过去来说，这都是已经非常宝贵的宝物对，所以有这个做事业的人哈，对，就非常的需要的哈。这是玉哈，对，玉，我相信懂得的人的话，就看到它就会非常看到了一种缘分在里头。好透啊。再就是说，我非常感恩来给我们做整个视频音频在网络进行弘法的赞助，给语书房赞助的所有的朋友们哈，就是给个最大的祝福哈，祝福你们呢，身体健康，收到；寿比南山，收到；财源滚滚，收到；紫气东来，收到；全家幸福快乐，
收到，感谢感谢大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的，那我们也预告一下下一期直播的时间，就是北美温哥华2025年3月15日晚上6点，那亚洲台北呢就是2025年3月16日上午9点。就是因为要改夏令时了，所以这个时间就提早1个小时在亚洲。好，好，那师父我们下一次再见。好的，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